Alright，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1个月我用 Cloud Code AI 做出来的这个 AI Alpha Research System Agentic Flow。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呢有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库。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放大进去的话，都是一些知识点。OK， 还有点太多数据了，所以有点卡。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知识，就好像我们人类学习一个知识那样，它是有连接的。然后比如说这个是讲 about position sizing。OK， 或者是这个是我要研究的一个知识点，这些它都是相互连接。红色的呢是我们曾经做过的Alpha 的研究 ，OK， 它会用到什么概念？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vision。现在我在尝试，因为我看到说25年呢是 Agent 的这个元年嘛，然后我看到它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今天要做到的就是我一直不断去累积我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跟知识库。那么 AI 它能够从这个知识库的海洋里面呢去找到相对应的这个知识点，或者是我给它一些Alpha idea， 它能够快速调取它所需要用到的这个知识来去完成研究，然后 come with 一个 backtest config，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策略的一些参数啊，要用到什么数据啊，什么时候进出场啊，然后进去 backtest 里面，就好像来到这边。所以你看到这边有0、1、2、3、4、5，它都是一个 backtest 的一个 strategy pipeline 来的。So stage 0呢，就是在这边，它会自动去生成这个 alpha。当我这边等一下我开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在做工，它这边就会觉醒。等一下我再示范给大家，然后包括这个知识库我怎样，比如说透过这个 Telegram， 我就是好像比方说我看到这个文章不错 ，OK， 这个文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讲 about Bitfinex 巨鲸抄底的一些数据 ，OK， 这里还讲到蛮细，而且有一些图文并茂，有一些图画，有一些 chart， 那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给 AI 去消化、去学习的一些知识点跟一些 alpha info。那我把这个 alpha info 把它输入进去这个我的已经架设好的这个 chatbot 或者是我的 Discord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不同的这个 pipeline stage by stage， 它会继续进行去研究工作。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它自动在后台帮你运行。那么等一下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大概的这个框架是怎么做到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把这个影片留守到最后，一定会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So 这个呢是我们做的这个 Agentic Alpha Research System。那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啊 ，OK， 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 dashboard， 我们去看说每一次这些 agent 在每一个 stage 里面它是干什么。好，那比方说这个他在尝试去 came with 一个 alpha formula， 说这里是它的 alpha idea， 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全部都是 AI generated 的。当然我有给它一套框架，然后我一定要它有一些 standardized output，make sure 它的这些 format 就是能够 cater in 去我们的 backtest。大家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backtest 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你看，比如说我们会用什么数据啊 ，OK， 然后会用到 BTC Candle 数据，会用到 Glassnode 的 Open Interest 的数据 ，Liquidation 的数据，然后他会讲说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会去算一些这些 Alpha 的 quality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适合拿来做空呢，还是做多呢，等等之类，还是适合做 momentum 呢，还是做 mean reversion。所以这里很完整的报告，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让它去，你设置好之后，它会按照你的研究方向去做研究。那这边都是他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然后之后呢，比方说他就会去到他的 OK， 这是他最后的报告了。有了报告之后，他就会给一个 backtest config， 看到吗 ？OK， 这个是他 suggest 说他要进到第3个 stage 的那个backtest 的 configurations。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会用 MG score， 然后会用什么 signal trend reverse long 等等的，然后用什么参数 1.5 个 standard deviation 这些。那么呢，他就会直接进完，就从这个 alpha idea， 就是刚我们从那知识库里面去调取，然后把它去进行 research， 因为还要从文字的理解，然后重新以 alpha 思路去理解，这个就是 stage 1 research。然后到了 stage 2， 就是把他所找到的一个可以把它变成 strategy 的这个路线的思路，把它变成结构化，就是把它变成数据，把它变成 formula， 就是在 code 里面能够被执行去验证的。那么当它有这个 factor 2的stage 2之后，它就会可以进到 stage 3。那 stage 3因为现在暂时它已经跑完了，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它曾经过去做过的了。那比方说我们去到 OK， 我们看 stage 4 in progress， 进到 stage 4就是已经代表它已经进到 paper trade 了，就代表它是一个 valid 的 alpha。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它是一个 1.93 的 Sharpe ratio， 然后这个是它的 strategy 啦 ，OK， 它会看这个 volume of 3 months， 然后 supply inflation rate， blah blah blah， 然后做 long only 的 strategy。OK， 这些细节你们可以慢慢截图下来看，然后我就不去太细。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它都会，你看有一个 solve question， 它会问说这个策略为什么它有用 ？OK， 为什么它现在有用？有什么东西会导致它没有用？然后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对手盘的风险啊？然后有什么就是好像什么时候会不 work？
OK 这个 counterparty， 然后等等之类的 OK pass OK verdict pass 是我们里面 AI 设置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也会让 AI 去做一个 Team A Team B 的一个检查，就是 Team A 它会做 alpha 去验证去做 backtest， 然后 Team B 呢这个另外一个 agent 会 spawn 出来去做一个 criticism， 就 make sure 说这个 alpha 是不是真的能 work。当然那些什么 overfitting 的等等的这些问题 survivorship bias 这些我们的 pre-processing data 跟一些verification 的工作流程都有在里面了的，那确保说我们做的这个 backtest 是尽可能真实 ，alright，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它就有一些解释啊 ，OK 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这些细节我就不一个一个细讲，但是你可以看到说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边，这个就是它的那个strategy code， 也就是说这个 code 就是 exactly backtest 之后它能够直接变成 deployment 的，因为这个 strategy 是 1.93 个 shard 嘛，然后你还可以看它的那个好像 backtest CSV， 这个就是它的 signal， 可以看到吗？说每一个时间点它是进了什么仓，进空，这个是进空单，然后青色是进多单，然后赚多少钱等等的 ，OK， 然后这是它的 QMU 就是 equity 啦，然后这边它有一点点的小的 bug， 因为它的这个 size 进的不是很大 ，OK， 我们可能过后可以再调，但是你 get the idea， 这里的 backtest 是 standardized 的，是有确保我们要它算的准的，都是已经是做好那个去设计的。那你可以看到说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持续在赚钱啊。再慢慢再赚，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的 strategy 是真的可以赚钱还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可以回到去它的 performance 哦 ，OK， 这个是它的曲线图啊，因为我随便选一个，我没有特地去选，所以这个看起来还 OK， 这里有一些小的 bug， 再过后可以再调。这个之前是还好的 bug， 这个东西都是小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 graph。看到说它是一个还算赚钱的，在24年到现在，然后它的 win rate Sharpe ratio 这个 0.25 这是最近的数据，它跑到没有那么理想 ，OK。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你 get 那个 idea， 你可以让 AI 去做任何你想要它呈现的一个东西，比方说 rolling Sharpe， 然后你的 daily distribution、drawing distribution， 你可以看到说在整个 period 里面，它平均它的赚钱能力在哪里，然后它 draw down 会 draw down 到几夸张，然后它的这个 recovery time 需要 take 多久 ，recovery time 就是它在 draw down 之后，它及时突破它的新的高点等等之类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OK， 这个 position 哦，收紧你可以拿到你的 code， 然后你的那个 performance，OK， 这个 cumulative P&L Sharpe ratio、max drawdown 等等的这些细节，那这些东西都可以一个一个去微调到它 make sure 都是准确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showcase about 它的可能性，而且在这边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有你的 backtest， 这是我们的 backtest panel， 给它一点时间论。OK， 这些都是过去有在做好的 backtest 的一些 data， 然后这些是它的一些就是在曾经的 backtest 的那个曲线图，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画成 all combine，OK， 这些你都可以调，好像比如说这个你要 set evenly spread 你的 allocations， 还是你要用 race parity 的这个 capital allocation 都可以，这些都是花了1个月时间慢慢去搞出来的。OK， 好像我换这个 test， 这个是一个 strategy 哦 ，test OI divergence MR。这个是它赚钱的曲线，然后这个红色线就是它的 drawdown，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 daily P&L， 然后 trading fee 这些全部是 include 进去，包括 slippage，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 position change， 就 long short， 红色就是 short， 青色就是 long， 然后下面就有其他的数据啊 ，position distribution，OK， 这个你可以看到很明显是偏多头的策略 ，daily P&L，OK， 你可以看到说最高赚 2.5%， 最少赚 1.24%， 这是每一天以天来算 ，OK， 然后比方说这个 drawdown 在 2.5 到 0.8% 之间，最大的不是最大，就是它累积起来曾经有去过 drawdown 是这些数据。那这些东西当然你要去make sure 全部东西是 work 的，然后没有 bug 等等之类。但是你 get the idea， 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整个 AI 的核心啦，除了这些 paper trade 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它不是属于 AI 的 component。它的真正重要的点是你的这个知识库，我讲的，因为如果你要把它变得 agentic 的话，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的这个知识库是够丰富的。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知识库我是怎样去做的啦。好像这边全部是所谓的 markdown file，OK， 因为这个是 AI 最好去理解的。比方说这些全部都是不是我一个一个去弄的，都是我可能 by batch， 我叫他去 follow 一些博主也好，或者是一些academic paper 的 author 等等，或者是好像 Glassnode 因为 Glassnode 它是卖数据的平台嘛，那么它想要让你看到它的数据其实是有用的，是可以赚钱的。所以其实在这边你也可以很时常可以找到一些不错可以拿来用的数据，然后是有一定的predicting power。其实这边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文章啊，不止这一篇，这些所有的文章每一天只要有 update， 它都会自动纳入我的这个知识库里面。所以你看我的知识库在这边，你看这个知识库是一个网状的，它是彼此 connected 在一起。你看到这个是短短1个月时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继续做3个月、6个月，
它的那个可能性，而且它间中，因为我们在做 backtest 也好，不管它 fail 还是好，还是赚钱还是不赚钱，它都会有一个 postmortem， 就是它会有一个 feedback， 一个 review， 一个自我检讨机制这样子，然后它会回归到这个知识库里面去做重新的这个知识的编排跟这个链接，那你就久而久之，你可以看到有这种不同颜色的这个网状。这个节点会 link 在一起，你看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节点都是不同的一些 topic 知识研究方向，或者是一些统一的这个理论概念 ，OK， 而且你可以看到说彼此都是 link 在一起 ，OK， 因为这是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decay 比方说这个是 concept map， 这个是这个不是橙色是它的那个 structure， 然后这个是 operation risk framework， 然后我随便再选一个，然后比方说这个什么 code integration analysis 也是一个知识点，而且这个知识点你也可以点击进去，都是 AI已经帮你做好 compilation summary 的一些学习的知识点，然后这个红色的呢，这些是跟 alpha 有关系了。OK， 比方说这个，它会用到这几个知识点，看到吗？它的网状。那比方说，如果我点击进去的话，它就会有它的你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Markdown file 里面的那些文件的那些文字。OK，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用到什么 concept related concept 等等的，然后还会给 code， 还要用什么 code 等等之类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全部都是在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去 spawn， 我没有教他去 spawn， 只是我给他一套方向框架。那他有了这些 code 呢，他就可以去做 backtest 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怎样去累积这个知识库就变得很关键。那我这做法呢，就是我有在这边，我有做这个 intake 的这个机制。这个 intake 呢，你可以看到我有 subscribe 了很多不同的 source，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 Glassnode Insight， 我这边点击开来，它就会自动去每一天去 subscribe 去读这些文件，然后去做一个总集。然后你比方说我按进去的话 ，OK， 你看这些都是它自动收的，我随便按一个进去，它就有一个 summary， 所以就变成一个知识点。然后这些都是刚刚那个网状的那个图里面有的。比方说我再看另外一个，有一些是有数据图的话 ，OK， 比方说这个 ，OK， 它连它的照片这些都会放在里面，而且放在里面的话也是帮助 AI 去参考，去看这些图，去对比是不是如它图文里面所讲的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而且它非常非常快的，比你人来讲，你要一个一个去读，你要读到何年何月。而且如果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concept 你要读得懂，又是另外一个时间跟 effort。但是现在的话，你只要 subscribe 起来 ，OK， 在上面我可以选我要放 Patreon 还是我要放 YouTube video。我只要放 ，let's say 我想要 follow 这个 Twitter post，OK。我只是需要去，好像刚刚我说我有用这个文章嘛，好像我要 subscribe 每一次这个作者所 upgrade 的一些文章，你就 copy 它的这个 link address， 你就给它 copy 在这边 ，OK， 你可以取一个名字 ABC， 然后你就可以 add source，OK， 这个我当然现在我不用加先把这我只是 show 给你看，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加进来的，然后包括给你比如说一些或者比方说好像 Kelvin 这个也是 Patreon 的这个文章也是可以，这里的文章它就会全部放进去了。然后一样进到这个知识网，所以这些都是很强大的一些，我觉得要用 AI 要用好的话，要有 build 的一些东西啦。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很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比如 factor network， 你的因子跟数据之间它的一些关系，然后它怎样跟其他的一些因子有产生链接。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属性数据也好，包括 information ratio 这些，都有一些数据你可以去看，就 depends on 你要看什么。OK， 这个是我这边你可以看到哪一些 factor 是有够高的 IC 的。OK， 比如说你想要看 negative IC 的，你就给它拉去左边，然后它就剩这么多而已。你可以 filter 你想要看 positive IC 的也可以，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看到有哪一些 factor 是特别有 predicting power 的。然后这个也是给你的 AI 更好的去学习，说到底我要优先去研究什么 alpha。当我这边开始给它 run agentic flow 的时候，它会优先 prioritize 那些比较可能可以做到 alpha 出来的，那么你就不用过多的去烧一些 token， 然后可能是出不到 alpha 这样子。那我刚才讲，我还要给你们示范，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我们随便找一个可能这个文章因为我觉得这个文章不错嘛，那我就 copy， 我就要怎样去输入我的一个知识库呢？我可以去我的这个 Telegram，let's say 我这边我去打 intake，OK，intake 了之后呢，我就 copy paste。然后我就按 Enter， 这个也是用 Cloud Code 里面做的 ，OK， 不一定要用到 Open Code， 反正就 Open Code 还好，我觉得 Cloud Code 比较好。然后我这边我可能选 Sonnet， 用 Sonnet 去消化这个文章。当然这个是这边我现在这样做的是 Manual Intake。刚刚我 show 你们那个 Subscribe 的方式，就是它会自动去看 YouTube 或者是看 Twitter、Medium、Substack 的一些新的文章，它会自动截取，那个是给它自动执行。就算我在睡觉，我没有去做这个 Intake、Manually Intake， 它都会直接 update 在这个知识库里面，所以它就会花一些时间就是去 process 哦，所以 process完了的话，它就会出现在像这样子这边，所以这个就是它 study 的一个文章。然后比方说我们可以 search 回这边，我就不用再跑了，就不用浪费token。那我可能在这边我去找回那个 intake，OK， 我可以去 search 这个 file。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file 咯，这个我刚才 copy
所以我把它 paste 在这边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 file， 今天是4月6哦，因为这前2天我才做的，不用紧，它已经因为这4月6号，对，因为今天4月8号，然后我前2天才 intake 它，所以这2个是一样的那个title。然后你可以看说这里就是它的一个分析哦，可以看到它这个一个它学到什么东西，什么加速伽马等等的。然后到时呢，它就会拿着这个 concept 为这个文章去做 alpha idea。OK， 这个是它的 alpha story， 所以这边已经是去到 stage 1了。它就会 alpha story， 它要怎样运用这个知识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用一个逻辑故事去理解的，然后过后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backtest backtest 的这个 configurations 等等。OK， 这里是来到 stage 1， 然后 stage 2的时候它就会有formula。OK， 这里它就开始会拿 data， 然后开始有这个 code factor construction。factor construction 就是 stage 2了，所以它会讲它怎样算，然后怎样把它变成一个 signal，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 factor 的 data， 然后就会产生这个 backtest config。这个 backtest config 呢，就是它会用什么样的数据，然后用什么进场逻辑、什么模型去做这个backtest， 然后 backtest 就刚才我一开始给你们看的，你看到有 code， 然后有那个 performance output 等等之类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先分享一个 part 1， 因为我还想要跟你们分享about这个，也是就是专做来设计 alpha 用的一个窗口。好像那些你有想要研究一些新的方向，可是你不确定它是不是 alpha idea， 你想要多了解深入一点，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来去跟他聊。比如说我现在要了解这个 stage 1， 我有新的一个知识点，然后我想要更深的挖掘，因为我觉得这个GEX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alpha， 我不想要可能随便 alpha 乱找了，可能找不到结果，我想要去点破它，去更深入的去挖掘，那我可以跟他通过这个聊天窗口去聊天，聊聊他会跟你讲这些，因为我们是后台是真的有这个数据库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些数据来去做验证，然后去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么如果你看到了一些端倪，它是真的可以做成 alpha， 然后有一个很 clear cut 的一个 code configuration， 你就可以在这边按 extract。extract 是 extract alpha 的意思，你跟他聊完天，你可以 extract 了之后，它就可以直接进 backtest。Alright， 那这个我们可以到可能下一支影片再讲，但是这期影片呢，主要是给大家看，现在这个其实算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成品了，对我来讲，只是有一些小 bug， 或者是要真去优化它的 pipeline。然后我现在想要尽量的完善它。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知道，我可能可以开放小范围的试用群体给你们去试试看用。当然多跟的话，你们要自己烧啦 ，Alright。可是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们去用，然后我们看我们要交流，因为我也是，毕竟 AI 还很新，那我们彼此交流，然后去发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东西在 AI 上面。然后下一集影片可能我就教大家简单的去 install 一下 Cloud， 或者是现在我就可以教你一个方式，但是可能 step by step 来讲，我们可能下个影片再讲。其实你只需要去 Cloud， 然后 CLI install， 这里有一个 Google Docs，OK。所以这个 Google Docs 在这边里面你滑到下面来，这里有一串代码的，不要怕它，你只是 copy 它罢了。你去到你的 terminal 之后呢，你可以来看到这里是你的这个整个的 main tranche 的这个就是你的 root 啦，我们讲就你的最原始的一个出发的一个文档的一个地点。所以你一开到 terminal 之后呢，你可以直接 copy paste 它。你直接按 Enter， 然后按 Enter 之后呢，它就会出现的一个画面是，因为我已经 install 过了，你就让它跑吧。它跑完之后，你就可以打 Cloud， 打 Cloud 呢，你就会 OK，I trust this folder， 可以用 Hi，OK，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界面，然后你就可以跟它叫它去做任何的东西啊。然后过后我再跟你们讲，到底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在终端去做这个 AI 的这个交互，而不是用 App 而已。如果你只是现在还停留在 App 的，那么其实你只是 unlock 了 10% of AI 的这个 power。你要懂得用 CLI， 其实它不难，你以为它要很深的 coding knowledge， 但是其实不需要，它只是换了一个界面，而这个界面它可以控制你的整个电脑的那个 code base。所以基本上你要做什么样的操作，你只要给它指令，它就会自动去生成那些 code， 然后它可以自动去做交互，然后等等之类。所以好像讲 I want to build 什么东西，你就直接改 I want to build an engine 什么，然后过后它还有不同的 mode， 你还可以调这个plan mode 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些等等不同的用法啦。但是这个就比较 technical 了，你们可以给我知道到底你们想要听 technical 多一点，还是你们想要直接听我讲我已经做好的，然后教你们怎么去用那个 AI 的这个 research system， 就是这个 mission 这个啦。我会说你们让我知道你们想要听 technical 多一点，还是你们想要听这个 system 多一点，然后怎么去用，可以直接 apply， 然后自己开始建自己的知识库等等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对后者比较有兴趣嘛，但是 I don't know， 你们给我知道我只是想要借这个影片去鼓励说，也呼应我以前想要让更多人接触量化交易这个东西。之前 coding 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大的 friction， 可能劝退了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做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亲身经历去用，我也是不是属于一个很厉害的 coder， 而我觉得我可以靠一个人
人在1个月的时间做完这全部东西，那需要去做一个 alpha research， 找一个赚钱的 alpha， 然后去把它做 deployment 执行自动化交易。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 unlock 了这个 potential 了，所以你们让我知道，然后你们觉得这个影片有觉得让你们看到一个不同的机会，觉得还不错的话，帮我记得按赞、点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peace out， 拜拜。